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大家都知道食品是有保质期的，食用油也不例外。不少朋友为了趁打折或优惠囤积了大量食用油，结果导致吃不完而过期。过期的食用油扔掉非常浪费，吃了又不安全。那么过期的食用油有哪些妙用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。在未开封时，食用油的保质期通常为18个月。随着储存时间的延长，食用油中的脂肪酸会发生化学变化，营养价值也随之降低。因此，购买食用油时，查看生产日期非常重要，越新鲜越好。一旦开封，食用油暴露在空气中，保质期会相应缩短，通常只能维持约3个月。过期的食用油倒掉实在太浪费了。以下几个妙用，定能帮助你充分利用过期的食用油。第一个作用，保养剪刀。剪刀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工具，无论是在厨房、手工制作还是裁剪衣物中，都发挥着重要作用。虽然剪刀使用起来非常方便，但长时间使用后容易变钝，而如果长时间不使用或保存不当，剪刀也容易生锈。一旦生锈，剪刀的使用性能就会大大降低，甚至基本报废。因此，平时我们一定要做好剪刀的保养工作。现在我们可以将过期油均匀地涂抹在剪刀上，包括螺丝帽的位置。涂抹时，请务必先将剪刀打开，避免它处于封闭状态。在涂抹时，剪刀的刀刃部分不需要涂油，我们只需在铰链与开合的地方进行涂抹。涂好一面后，将剪刀翻转，继续在相同的位置涂抹，确保每个地方都涂到。全部涂抹完后，让剪刀静置5分钟，以便它充分吸收油脂。接着像平时使用剪刀剪东西那样，来回动一动，让油脂均匀分布。其实过期油就相当于平时我们生活中用的机油，将它涂抹在剪刀上面，可以很好的防止剪刀变钝，对剪刀起到一个很好的保养作用。即使不仅仅对于剪刀，像我们家里面类似的工具，也可以用过期的油来进行保养。来回的以剪东西的方式动上2-3分钟后，接下来我们用干净的纸把剪刀表面多余的油脂擦拭干净。定期使用过期油进行保养，可以让剪刀越用越顺滑，有效防止变钝和生锈。如果剪刀不常使用，可以用保鲜膜把剪刀口包起来，存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。这样保存，即使长时间不使用，剪刀也不会生锈哦。通过这些简单的保养和存放方法，你的剪刀将保持良好的状态，随时可以使用。第二个作用，食用油不仅可以用作手油或身体油，特别适合手部或脚部皮肤容易干燥的情况，我们可以将手或脚浸泡在食用油中一段时间，也可以直接用食用油擦拭干燥的皮肤。对于一些注重美丽的女孩而言，定期用食用油浸泡手指，可以让指甲生长得更加健康，既透明又坚固，同时也不易出现倒刺。第三个作用，清理厨房油污。在厨房、灶台和抽油烟机的表面，常常会积累大量油污，清理时可以使用抹布蘸取表层的过期油，然后在油污处擦拭。最后再用干净的抹布擦拭一遍，这样油污就能轻松去除。第四个作用，当墙壁或油烟机上出现油污时，可以用纸巾沾取一些过期油涂抹在污垢上，然后再用抹布轻轻擦拭，就能看到墙面变得干净如新。第五个作用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家里的门使用久了之后，在开关时可能会发出
咯吱咯吱的声音，这种声音听起来非常不舒服。这通常是因为门上的铰链生锈，导致使用不灵活，进而发出响声。如果不加以处理，久而久之，门可能会容易损坏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很多人选择去购买润滑油，进行润滑和保养，从而解决问题。其实并不需要花钱去购买润滑油，家里有过期油，就能轻松解决这个问题。只需用纸巾沾取少量过期油，轻轻涂抹在铰链的连接处和需要活动的地方，涂抹时可以多一些。如果情况比较严重，可以在多个地方都涂一涂。涂抹好后，稍等约1分钟，在尝试开关门时，你会发现门不再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，而且开关更加灵活。这是因为过期油对铰链具有很好的润滑和保养作用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家里面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，就不要再花冤枉钱去买润滑剂了，自己在家废物利用就可以轻松解决，既省钱又实用，效果也是棒棒的，而且还不花1分钱。第6个作用，我们可以用它来浇花。我们把过期的食用油准备好，然后找一个小勺子或者小铲子，用勺子沿着我们花盆的边缘，在盆土里面挖几个小洞，然后用小勺子把我们的食用油勺在里面。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，这个洞呢是不能完全倒满的，留下一部分的空隙，然后再用土把它填好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食用油必须远离植物的根系，绝对不能将食用油倒在根部上。如果直接倒在根上，可能会导致植物烧根的情况。此外，并不是所有的花都适合用过期的食用油来养护，例如君子兰和兰花等植物，使用过期的油效果非常好。但对于其他类型的花，建议最好不要使用。第7个作用，当润滑油。虽然食用油的保质期较长，但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不小心使用过期的油，因此大家在使用过期食用油时需要谨慎。在家中，对于难以打开的锁或轴承类物品，可以滴几滴过期的食用油，这种做法能有效起到润滑作用，尤其对生锈的部件更为有效。此外，你还可以将过期食用油涂抹在容易生锈的铁制品上，以防止生锈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。别忘了关注我哟！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